好，我们来看到中国的官方罕见的放出了消息呀，他说解放军这个战略的核潜舰完成了潜射洲际弹道飞弹的实弹试射。那么外界普遍就推测了说，这名神秘的飞弹很可能就是中国新一代的海基核力量核心巨浪3。那么这一枚飞弹它可以从潜艇的这个深海发射，那么一路的穿越了这个南太平洋的空域，来到了这个万公里以外的这个射程。我们来看到，这其实不是只是一次这个武器的测试它更像是北京向全球宣布说中国的核威慑正向从陆基走向了深海。那么巨浪3也被视为是中国的下一代潜射洲际弹道飞弹。我们来看到巨浪3的特性，它有哪些？最大射程达到了1.2万公里，那么还可以搭载多枚的分导式核弹头，突破了这个反飞弹系统能力。那么过去的中国核武主力多半都是依赖陆基洲际飞弹，一旦固定发射阵地就很容易被打击了。不过呢，核潜舰它是藏在海底里头的，也就是说呢，代表如果中国本土遭到攻击的话，它仍然是可以从海底就直接发射核飞弹的反击。那么这就是各国非常重视的这个第二反击能力。那么中国目前已经补上了第二块的拼图。那么外界普遍认为说呢，这次执行任务的很可能是这个改良型的这个094A 战略核潜舰。不过呢，更令这个美军紧张的其实是下一代的大魔王了，就是096型的战略核潜舰了。好，我们来问一下林老师这个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个巨浪3它最大的战略意义到底是在哪里？那么它是不是也代表这个中国的这个海基的核威慑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2022年10月的时候，美国的一个智库，它有发布了一本就是这个中国解放军火箭军的一份研究报告。那份报告哇，讲的巨细靡遗怎样？可是后来我去美国开会，我去那智库开会的时候，我就直接跟他们说，你的这一篇报告讲的没有错，你讲东风5什么东风各种飞弹飞弹基地，但是你就漏了一个核子动力的这一个飞弹潜舰，核子飞弹潜舰，为什么你就漏了这个 ICBM 这一个 SSBN 这么重要的东西呢？因为他就讲了一句话，那个东西不是我这次的目标，因为我们只讲火箭军，我们不讲海军。可是今天就是过去美国你完全都去忽略了，除了这个火箭军以外，中国的核子动力的这个潜舰或者核子的打击力量，但是我们可以在2025年的时候的一个93阅兵，我们就看到了解放军他第一次去秀出了巨浪3，还有这个惊雷1型空射型的惊雷1型，以及这个陆基的这一种我们讲的东风5C 的新型的陆上的 ICBM， 这一些其实就代表的是说，今天的解放军他已经拥有了核子3位一体的打击能力。空海跟陆不是过去只有陆上。那这一次的一个巨浪的一个飞弹，有人说是巨浪3，有人说是巨浪2，但我个人认为比较有可能的是巨浪2型的改，因为在2024年当时中国试射的那一枚东风31是东风31 AG， 也是东风31改。那我们知道，对于中国来讲的话，研制一代，实战一代，外销一代。他现在会做这种实战测试去打击的，一般来说可能不会是最新的，而是他最有把握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次试射的是巨浪2型改，就是巨浪2型甲型的一个新型的一种改进型的一个增程的一个飞弹。那这一个飞弹对于中国的一个核子威慑能力来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证明了2次核打击能力。2次核打击能力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话，我们只有陆基的 ICBM 洲际弹道飞弹，但是如果我的潜舰它不晓得潜到什么地方，当你的飞弹对我进行打击的时候，我在其他地方的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还是可以浮上来打你一枚核弹。所以对于中国来讲，它等于有了一个买保险的味道。在当时的一个我们讲美苏冷战的竞争，那时候苏联就是靠着它拥有这一种3位一体的打击，让美国不敢对它轻举妄动。那现在的话，中国是不是也可以透过这一个巨浪飞弹，或者是这一个动94，不管是动94A 或者未来的动96，它的这一些潜舰也一样可以达到一样的核子威慑的效果？我会认为这件事情对于美国来讲，它会重新去评估，在第一岛链也好，或者是在跟中国打交道也好，它会重新去评估，如果我这些行动是不是会导致未来中国在这个核子竞争上面对我们的一个威胁。好。
好，我们现在林老师哦，那么就在现在这个海底的核战力快速提升的时候呢，中国有另项布局，同样是引发了这个全球的高度关注。近年来，这个卫星影像发现，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包括了像是这个内蒙古、新疆还有甘肃等地方啊，都陆续出现了大规模的飞弹发射井、地下坑道啊，还有八边形设施以及特殊的工程。我们来看到，根据了这个路透社的这个取得的卫星影像显示了，中国呢正在这个新疆、甘肃啊，还有这个些洲际飞弹的基地周边同步建构了完整的军事网络体系。那么它也包括了这个大量的飞弹发射平台，还有地下的掩体设施，以及通讯节点、防空阵地，还有完整的道路以及后勤的补给系统。那么整体的建设范围啊，绵延了这个数千平方公里啊，这个范围之大。那么目前外界已经辨识出了疑似超过有80座的这个飞弹发射井以及相关的设施。那么也显示中国的部署规模是相当的庞大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了这个西方的军事分析师的人士啊，他们就分析说，这个北京打造其实已经不是这个单一飞弹基地了，而是一套具备了高度生存能力的核武作战体系。那么即便是遭遇到第一波攻击，它还可以维持第2级的能力。那么另外呢，中国近20年的持续强化，被外界称为是地下核长城的地下防护工程。那么根据这个公开资料分析啊，这个地下的坑道总长据称超过了5000公里呀。那么整体的系统呢，是由这个地下坑道、运输通道，还有这个掩蔽设施来组成的。不仅呢能够提供这个飞弹隐蔽啊，还可以支援飞弹在地下直接就完成了这个机动转移、部署，还有发射前的准备，也大幅的提升了这个核武力量的生存能力啊。那么如果说啊，这个伊朗的这个地下核设施啊，这个对于美军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挑战了。那么这个不少军事分析就认为，这个中国的地下核工程的规模、还有深度以及它的完整性，其实它已经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这个战略建设了。好，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聂老师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啊，它是不是正在建立一个比较更成熟、更为可靠的第2级的能力？那么这一套的这个核战略的布局啊，它是会如何改变亚洲这个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平衡呢？好，使我想到一首歌：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有万里，可长城在地上盖的，地下核长城5000公里，你盖给我看看，地下通道哦。而且这种所谓的八边形的，它有一个紧缩的弹性紧缩的这个封盖，它可以掩蔽，它可以让就算你敌方的飞机来要侦测的时候，它可以有一个伸缩井盖，让你不知道在哪里。这个真是厉害。我觉得啊，中国真的步步为营，在布局它的所有，不管你刚刚讲的陆基、海基，我们讲陆平衡，它要达到平衡。全世界大家知道，军事花最多钱的还是美国嘛。那么在军事实力来讲，这个中国是一直往上冲，但是还不一定接近到美国的水准。可它一定要达到所谓的陆平衡。我们看到这个种种设施都达到了。第二个呢是海平衡，所以刚刚讲到巨浪也是一样。巨浪3讲不好听点，跟我们你刚刚讲93阅兵，它有秀2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巨浪3，它秀在阅兵里面，巨浪3就是打到你刚刚讲1.2万12000公里。那么它也秀了所谓的我们讲说东风31。东山机 A 机，你刚刚讲凯版，它也是12000公里，什么意思呢？北京到洛杉矶，北京到旧金山都在1万公里以下，在9000多公里，什么意思？大家一想就知道，它不会是对台湾，就是对一个所谓的洲际的打法。然后再来讲这个，我觉得厉害就是它除了所谓海平衡、陆平衡之外，还有叫核平衡。它达到是核平衡，我们即便是这个联合国的5大安理国，讲不好听，谁最有实力，谁的核muscle最强，还是美国。中国要达到一定让你的核平衡，你在西方世界、东方世界，你也不能来随便威胁我之下，核平衡的施展非常重要。所以潜射也是核，这个也是核，你就可以知道中国在做什么了。我现在还要讲一下中国在试 muscle 的时候有一件事我跟这个你要讲的很类似。我上了很多台电视，每一个都讲是巨浪3，我讲巨浪2，跟你想法一样，它不需要秀到最先进的 muscle， 它在测试和它实战是2回事。我只要讲，我们在2022年那次佩洛西8月2号来台湾之后，1个礼拜之后，他打了东风15，1、2、3、5、6、7，他为什么不打东风17？因为你去测探，你以后要防御东风15，我到时候打的是响尾蛇的东风10，你就接不到。他干嘛呢？他又不是现在打到你美国，他打到太平洋海的中间，巨浪2就够了。告诉你，我们实力够。
我觉得居然2机会比较大，因为现在是众筹婚姻，我也不能说一定。这是我的猜测。好，那不管怎么说，我只能讲个说，他们秀马手还我觉得最厉害的，其实大家都忘记这件事。2020年的8月26号，青海射了一颗比较远哦，浙江射了一颗，一个是东风26，一个是东风21D。同时在南边的一个南海的岛屿上弄一个浮船，在一时哦，先发射浙江，然后青海再慢慢来，一时异地，同时同点打到那个船，这叫精准射击。其实中国除了要海平原、陆平原，还有和平原之外，它的精准射击。以及它这个所有的弹，这个我们不管是各种这个防空飞弹啊、地对地啊、地对空、地对舰，甚至空对空的霹雳，他们已经做到了。所以您刚刚讲的说，第2级的能力已经提升到不少了。那 anyway， 我觉得太平洋地区的未来军事平衡，我想这个我不用再言喻了，大家都可想而知。好，我们谢谢聂老师哦。那么我们来问一下 Ross 了，就如果中国它未来真的建立了这个陆海空3位一体的打击能力啊，那么对于美国还是整个印太的安全格局将会带来哪些新的挑战？我相信美国会继续向亚太区国家，包含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要再次提升国防预算了相关的投资。那过去几年，从川普1.0到现在，这些国家几乎都有配合美国这个要求，但是美国会再次施压，美国会继续说我知道你有提升国防预算，但是真的不够，要再次大幅的再次提升。那到时候这些国家很有可能会说，我们没办法，我们已经答应你啊，已经提升了，已经大幅增加国防的开支了，我们没有办法再提升，那就会导致一个危险，那就是这些国家越来越多政治人物会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核武了？那就到时候看看日本、南韩，甚至我们这边台湾，会不会有越来越多政治人物主张，我们也需要核武，我们才能应付中国大陆这个增加它自己的这个核武还有其他的相关能力，因为我们没办法继续投资 conventional weapons， 那他们就有这唯一的损失，他们会说我们也需要核武。那看看到时候美国像聂老师刚刚提到，其实美国马卡派不想介入其他国家这个战争了。那如果到时候美国说我们也不想再保护你们，那你就自己研发核武好了。那看看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美国它也就是不希望，比如说它不希望伊朗又发展核武器，那么中国现在发展核武器，那么美中2国现在好像交情又比较好。但是问题是，本来有几个国家有核武，美国也没有欢迎其他的国家加入这个 club。那本来是最大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前苏联、中国，后来以色列、Pakistan、印度、北韩，那其他的国家本来包含中国跟俄罗斯，也不希望其他的国家能够拥有核武，而且美国的态度是很多人说，那为什么以色列可以有核武，美国不反对？那为什么伊朗有或北韩有，美国会反对？因为不管美国是哪一个总统，美国的想法是这2个国家，伊朗跟北韩 ，they're crazy。那就这么简单。美国从来没有说 Israel's leaders are crazy。美国不会认为以色列不管谁执政，右派左派，纳坦雅胡别人，美国不会认为以色列的领袖是一个 maniac。但是美国一直认为伊朗跟北韩的领袖，不管是金家哪一位，或现在伊朗还领袖，美国一直认为这些人真的是 crazy。那我们根本不能容许他们有核武。是，好，我们谢谢 Ross 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还有更精彩的议题剖析。